再穷能穷得过你？有几个数字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工作这件事情。第一个数字77，这是美国大众的平均寿命。第二个数字63.1，这是很多研究里提到的健康寿命。也就是说，在63岁之后，很多人开始出现各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健康限制。所以，如果你按照传统模式的65岁退休，你真正健康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能只有不到10年。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真正能自由生活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小段。第三个数字更扎心，如果你比传统退休年龄提前10年离开全职工作，你拿回来的不仅是10年，而是大约20800小时，也就是2600天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把时间用来陪伴家人、和朋友相处、旅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生活对健康的影响是很难量化的。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很多人去世的时候，净资产和退休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更多。换句话来说，他们为未来准备了一辈子，但未来从来没有真正的到来。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要不要尽快退休，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已经够了？什么时候工作才会真正变成一种选择？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很多人觉得自己还不能退休，他们觉得退休必须有200万、300万，甚至500万。但现实可能和想象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看典型的家庭，而不是那些亿万富豪，在美国，大家接近退休的时候大概是什么状态呢？55到64岁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大约是36万美金，65到74岁大约是41万美金。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大多数人退休的时候，并不是带着几百万美元离开职场。很多人真正的退休状态其实是低债务加一定的资金加社安金，所以问题往往不是我有没有300万，而是我的生活成本是多少。因为退休本质上不是一个资产问题，而是一个现金流问题。很多人会犯一个心理错误，他们看着身边的人、邻居、同事、朋友好像花的比自己多，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我肯定还没有准备好退休。根据美联储 SCF 数据给出的另一个视角，退休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大约是28万美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但真正区别的其实是债务结构。还在工作的家庭，债务的中位数大约是11万美元，而退休家庭只有3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很多人真正跨过退休门槛的时候，并不是突然变得特别富有，而是他们的财务结构变成了一种不需要依赖高强度的工作也能继续运转的状态。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现象，研究发现，在美国大约46%的人去世的时候，净资产和退休时差不多，甚至更多。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存钱，但退休之后，他们的消费反而下降，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富有，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储蓄，不敢花。于是，很多人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而那笔钱本来是他们用健康和时间换来的。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当然，也有人退休的太早，也有同样的风险。比如，这些人把所有的钱都投进标普500的指数基金，如果市场表现不好，他们就开始慌了，然后开始想，也许我需要去做个兼职。还有人忽略了医疗保险、孩子大学的费用、房屋装修、大量旅行等等费用。如果这些支出同时发生，投资组合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如果刚好遇到市场下跌，他们就会开始担心我还能撑多久。所以当然也不希望你考虑退休的太早，但我认为更多人其实是退休的太晚，尤其是正在看这种视频的人，因为你们通常是行动力很强的人，储蓄率很高的人，愿意学习财务知识的人，所以你们更应该认真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比自己想象的更接近于自由？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什么时候才算接近于退休？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式，不是看资产有没有300万，而是看5个信号。第一，你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活成本不是一个模糊的数字，而是知道一年真正需要多少钱。第二，你的资产收益部分已经可以覆盖部分的生活开支，注意我说的是部分，不是全部。第三，你的债务压力已经明显降低，比如房贷、信用卡、消费贷款等等，这些压力都已经可控。第四，你有生活调整空间，如果需要，你可以减少消费，延迟大额的支出，或者做一些兼职。第五，最重要的一点，心理上不再恐惧，你知道如果不工作几年，生活依然可以继续。当这些信号同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工作变成了可选项。很多人一想到退休就觉得只有一种模式，完全退休。但现实中其实有3种状态。第一种，完全退休，投资收入覆盖所有的生活成本，包括基本的生活开支和其他额外的开支，你不需要工作，时间完全自由。第二种，半退休，投资收入只能覆盖一部分的生活成本，所以你需要兼职、咨询、做小生意等等，工作时间减少，但收入依然需要。第三种 work optional， 这是很多人最终进入的一种状态，投资收入已经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所以你不需要工作也能生存，但你仍然工作，因为你想做，不是因为必须。很多人追求的是退休，但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工作变成一种选项。还有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状态，很多人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资产收入，比如投资收益、房租或者部分被动的现金流。但是在美国生活，这些收入可能还不足以完全退休，他们可能仍然需要工作，或者只能达到半退休的状态。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去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东南亚、南欧或者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同样的收入，在这些地方的购买力可能会提高2到3倍，在美国可能只是半退休的状态，但在这些地方就可能真正变成了 work optional， 甚至完全退休。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字，叫做 geographic arbitrage， 地理套利。本质上它并不是让你变得更富有，而是通过改变生活的地点，让同样的资产和现金流拥有更高的生活购买力。所以很多人最终实现自由的方式，并不是赚到很多钱，而是重新选择生活的地方。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只有一个 take away， 那就是很多人不是钱不够退休，而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够了，于是他们继续工作，继续存钱，继续延迟生活。而人生真正稀缺的资源不是钱，而是健康的时间。所以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你什么时候要退休，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生活策略可以让工作变成一种选项。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